当朝第一红人大内总管蔡奇，他亲儿子的低空经济万亿提款机一夜之间被跨省砸烂，抄了底牌。北京第一学府的校长刚站在一尊身旁和俄国人签下大单，仅仅72小时就不得不下台。连特权阶层赖以保命的2000亿海外数字运钞车也被一脚踹碎，彻底上了死锁。这是中共元老在深水区见骨见血拆掉最高层底座的精密操作。但是塔尖那位的肮脏反击在山西、湖南突然燃起两团烈火，让100余个冤魂成了政治筹码。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世界，关注这场洪朝末年惨烈的生死互搏。要拆掉一个巨无霸的台，最狠的招数是悄无声息地抽干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而这一次中共元老下刀的位置精准的让人害怕。第一个被切断的是低空的眼睛。4月下旬，北京中科院地理所的办公大楼里气氛突然凝固，几名神色阴鸷的地方纪委人员在大堂当众拦截，带走了中国地理遥感界的权威院士周成虎。消息整整捂了1个月才露出风来。周成虎可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的手里握着低空的印钞机，那是号称下一个10万亿产值被写进政府报告的低空经济。工商档案一查，他名下竟然直接关联着20多家企业，在17家公司里当股东。他创办的中科云图表面上做无人机，实际上就是低空经济领域最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在全国铺设了上千个无人机智能基站，构建起一张24小时不间断的低空遥感网，研发的中科天网云平台是国内极少数拿到民航局官方牌照的无人机云系统。从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的自主巡检到各省市的智慧城市基层治理项目，中科云团几乎垄断了政府和国企在低空遥感领域的采购。这表面上这是科技创业，实际上这是把国家低空的空域权和数据权悄声无息地圈成了自留地。但您以为仅凭一个科学家就能在全国批下上百亿的低空项目吗？就在周成虎高歌猛进的同时，发改委为了这个新质生产力，特意设立了一个权力极大的新衙门——低空经济发展司。而这个衙门的副司长就是蔡尔金，当今中南海政治局常委蔡奇的亲儿子。这就是藏在红墙背后的捞钱闭环。蔡奇的儿子在发改委手握审批大权，管着政策和开门放款，而周成虎的影子企业在下面充当白手套，负责承接项目，把上百亿的财政补贴洗进权贵家族在海外的离岸账户。拿下周成虎，就等于直接把手探到了蔡奇儿子的床底下，去拿蔡奇家族最核心的账本。而在蔡奇眼皮子底下，反对势力到底是凭什么把这个大白手套当众按倒的？原来反对势力这次直接动用了远在湖南的郴州纪委，跨省进京，在中科院地理所的大厅干净利落地把人带走了，直接押上了高铁。等蔡奇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在湖南郴州口供已经录了3页纸了。在中共官场，这叫异地留置，隔山打牛。不然直接在北京查这件事儿，风声一走，蔡奇一个电话就能把案子压下来。天上的眼睛瞎了，地上的车轮也跟着转不动了。就在周成虎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出后，5月23日，正部级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徐留平正式落马。这个人过去长期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系统任职，后来执掌过中国长安、重庆长安，再到中国一汽集团。那里的红旗检阅车、国宾车，可是中共国家仪式里最醒目的那块铁牌子。这样一个人突然被中纪委拿下，等于老习在地面的这条国产汽车、陆军装备、礼宾车工程也出大问题了。周成虎是搞低空的，徐留平呢是搞地上跑的各种玩意儿，这俩就是行业的突破口。看来中共元老正在对老习最狂热的汽车工业、军工行业、新质生产力下手。
你说老习这个人对造导弹、造卫星、造汽车怎么就这么痴迷？这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院毕业，文系吧他也能做一点，但是功夫不够深，为了成就他的霸业，就更倾向于用武力征服，而且他执行力挺强，特别愿意为这种东西做最大的努力。结果没想到他要搞这些科技行业，需要很多专家和技术官僚给这些人很多的资源，结果就是因为这些系统不透明，这帮专家和官僚就特别的贪，洗钱也洗得比谁都狠，那还能不被政敌盯上吗？而且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和官僚一点不精神，咋没咋地呢，就什么都说了。所以别着急，真正的好戏还在后边。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元老关键的一刀已经切进了习近平最想把控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中南海的权力版图里是全国意识形态的天王山，是培养未来干部、掌控全国青年思想的核心堡垒。谁控制了北大，谁就控制了红墙内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而就在5月23日，一场没有任何预兆的政治闪电战在这里悍然打响。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3天前，也就是5月20日。那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人民大会堂那晃眼的聚光灯下，时任北大校长龚其璜正满面春风、西装笔挺地站在两国元首身后。在无数中外记者的镜头前，他代表北京大学签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中俄高校重磅合作协议。那一刻，龚其璜站在老习的身侧，风光无限。这无疑是他这辈子政治生涯的最高光时刻，甚至可能在梦里，他都以为自己下一步要高升教育部，甚至直奔副国级。可是仅仅72个小时，5月23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光军亲临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免去龚其璜的北京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接替他的是刚刚从广州中山大学北上的院士高松。消息一出，整个中国高校界一片死寂，中南海里的秘书们更是吓得连手里的茶杯都端不稳。这是一次正常的到点退休的平稳交接吗？来，我们把官方那张干瘪的通稿切碎了，一块肉一块肉的来解剖。龚其璜61岁，在中共官场正部级的大学校长，尤其是副部级高校的中科院院士，干到65岁退休是雷打不动的惯例。龚其璜作为20届中央候补委员，政治生命正值当打之年，他凭什么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在61岁就被突然免职？他的接任者高松今年62岁，一个61岁的被强行赶下台，换上了一个已经62岁的来接班。这在讲究年龄梯队的中共组织部里，分明是后面有人拿着刺刀顶着龚其璜的腰眼，逼着他立刻卷铺盖滚蛋。被赶下台的龚其璜是福建莆田人，在中南海的派系地图里，福建和莆田这两个词代表着最纯正的皇家嫡系。更重要的是，龚其璜在北大的火箭般蹿升，背后站着一个庞然大物。前中组部部长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时的上铺同窗陈希，在掌管组织部的10年里，在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陈希用清华帮和福建帮钉下了无数颗钉子，而龚其璜就是陈希留在北大用来锁死意识形态大门最核心的那颗铁钉子。那新上任的高松又是什么人？他是安徽人，本硕博都在北大化学系，是土生土长的老北大。更微妙的是，高松的师承与学术渊源深受胡温时代，尤其是当年李克强在北大时的校友网络的认可。在闽浙帮和清华帮得势的这10年里，像高松这样真正的学术实力派被远远地发配到了华南理工和中山大学。如今在这五中全会人事卡位的最紧要关头，高松居然以62岁的高龄上演了一出震撼官场的猛龙过江，荣归北大。龚其璜前脚刚刚在元首级的外交大戏里露完脸，
汗水还没干，幕后的政治屠刀就已经带着刺骨的冷风落了下来。这种极其羞辱人的免职方式，等于是反对派在用最粗暴、最张扬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你老习自以为定于一尊，你自以为可以用晨曦的清华帮、闽浙帮锁死第一学府，但我们就是要用最快、最狠的手段，在全校师生乃至全天下人面前，当众把你的人连根拔起，换上我们的那些坐在中南海手心冒着冷汗的浙江帮和福建帮的官僚们。此时此刻，看着北大校长办公室，谁能不觉得心里一颤？在技术官僚的外围防线被一块块切割，第一学府的大印被闪电夺走的同一时刻，在大家看不见的金融暗角里，一场针对红色家族海外逃命钱的残酷围剿也已经悄然露出了血淋淋的獠牙。5月22日，记住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证监会等8个部门突然联手，毫无征兆地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对富途控股、老虎证券、长桥证券这3家跨境券商展开为期2年的集中整治。您想啊，在中共的官场体系里，跨部门联合办案极其困难，这一次居然由证监会牵头，一口气调动了网信办、公安部、外汇局等整整8个国家强力部门，这是在调动国家机器进行一场战时体制下的金融断流。整治的手段更是毒辣到了极点。在2年的整治期里，在这3家券商里的账户，已经买好的港股、美股、基金可以卖，卖出来的钱也可以从账户里提走、转走，可是不能再买新的股票，不能再加仓，不能再把钱打进这个账户。尤其是从境内这边想再往富途、老虎、长桥这些跨境券商账户里充值，已经是不可能了。说白了，就是不让跨境炒股了。这叫在红色权贵跨境出海的灰色水管上安装了个开关，让这几辆满载着万亿资产的数字运钞车当场扎爆了胎，走不动了。大家想想，在人民币外汇管制像铁桶一样的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些跨境券商能合法的大摇大摆的帮几百万内地人买卖美股和港股？因为这里面藏着一条中南海默许了10几年的专供特权阶层洗钱出海的黄金地下通道。根据市场最保守的测算，这几家券商手里攥着的内地流出资金高达2000亿到2500亿港元。这2000亿难道是普通老百姓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几千块人民币吗？怎么可能？普通老百姓连5万美元的每年结汇额度都被管得死死的，他们怎么可能把成百上千万的资金弄到这些跨境平台上？这2000亿根本就是那些一边嘴上高喊着定于一尊、东升西降，转手就在美股里疯狂建仓，把老婆、孩子和秘密基金送去英美加澳的红色权贵、贪官污吏以及他们白手套们的命根子。这是他们在这条大船沉没前的海外逃命舱。可现在中南海里的这8个部门一拍大腿，直接给这根水管上了开关。你真的以为这只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吗？这实际上是中南海内部2股势力最无情的金融对攻。内卫的政敌在给红色新贵们的海外资产上锁。然而当所有的前路退路被一刀切断，那些被逼入绝境的对手终于掀开了底牌，他们打出了这场博弈中最脏、最血腥也最致命的一张死人牌。这张牌一出，直接用100多个被烧焦的肉身，把血淋淋的责任泼到了反对派的21大人选上。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拆解这最肮脏的生死反击。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不管你多大的官，多厚的家底儿，说封就封，说没就没，唯一真正属于你的，谁也抢不走也封不掉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现在普瑞堂给咱们频道的观众带来了非常实在的福利，只要您在结账的时候买满了500美元，就直接送您一颗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切片泡水或者直接含服，足够您享用1个星期。这个福利上不封顶，多买多送。结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输入我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
购买的专属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保重好身体，咱们才能共同见证这场戏的结局。好，广告做完，咱们书归正传。这桩在山西、湖南地底下轰然引爆、炸出100多条人命的死人牌，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5月4日，湖南浏阳烟花厂发生惨烈爆炸，37人死亡。5月22日，山西沁源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至少90人当场遇难。短短10几天，100多条活生生的命在滚滚浓烟和烈火中瞬间化为了灰烬。您真的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这真的只是安全生产事故吗？在中共的官场博弈里，有一条最阴毒、最无情，但也最管用的潜规则：不管你的后台有多硬，不管你立了多少功，只要你的地盘上出了死伤数十人的特大安全事故，你想进下一轮升官名单，对不起，先把这笔血淋淋的死人账解释清楚。这2场特大爆炸正值5中全会人事卡位的最敏感窗口，而大火的舌头极其精准地卷向了湖南省长毛伟明和山西省委书记卢东亮的头上。这2个人都是胡温时代留下，在20大极有可能被各方联手推上关键高位的候选人。2声巨响，一地死尸，他们的政治前途在一夜之间被地底下的硝烟熏得漆黑一片。更阴险的是，这2场爆炸之前，北京的刀架早就摆好了。4月28日，政治局刚刚集体学习防灾、减灾、救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可在中共官场里，最刺眼的不是那些漂亮话，而是责任落实。地方出了大事，别想把锅往下甩，谁坐在那个位置上，谁就得把死人账背起来。接着就是5月4号的湖南大爆炸。到了5月21日，李强又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会议里继续往下压，风险源头管控，重点行业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然后第2天，山西的地底下就炸了。你说寸不寸？这明显是刀架已经搭好，绳套已经挂好，只要地底下一响，地方官的脖子就自动伸进去了。这正是你用中纪委的卷宗去查我的科学家，去砸蔡奇儿子的低空经济财路。那好，我就用地方上满地的死人血去砸烂你准备提拔的高官，大家都别想好过。在这场刺刀见红的对决中，人命成了最廉价的政治筹码。看到这里，您觉得这场见骨见血的中南海生死局，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如果您也和江峰一样感到了这种红墙内外、地底深处的刺骨寒意，请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里打下“空心帝国”这4个字，让我们看看，在这迷雾重重的黑夜里，还有多少清醒的眼睛在注视着历史的走向。那个坐在最上头的人，他以为自己修改了宪法，迎来了第3任期，就能彻底定于一尊吗？他以为自己在红墙内清洗了所有的政敌，这台庞大机器里的零件就会乖乖听他摆布吗？他以为自己用重金和迷信堆砌出来的航天军工、低空新质生产力就能铸造起一道钢铁长城，保他千秋万代大国梦圆吗？他做梦也想不到，他身边站着的每一个技术专家、御前侍卫心里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越是用力，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倒钩就咬得越深。你们说，他那张龙椅究竟还能在半空中悬挂多久？天上的天眼瞎了，地上的车轮折了，第一学府的大印被当众夺走，连红色新贵们最后的数字避风港也被人一脚踹烂。而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又会在哪个省份、哪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底深处再次轰然引爆？那下一道从暗处飞来的致命冷箭又会射向谁的咽喉？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江峰世界，我们下期再见。